近期，中方一次和平利用太空的试验又被有心人解读成高超音速武器。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报道，中国于8月试射了一枚可以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它可以环绕地球飞行，并让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失效。该报道引起全球媒体一片哗然，美国及北约高官还趁此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外交部周一回应称，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针对美方官员借此渲染中国威胁论，外交部周二表示，美方声称中国加剧军备竞赛，这纯属倒打一耙，转移视线。那么，西方炒作的高超音速武器到底是什么？美国为何会患上高超音速焦虑症？来看报道。英国《金融时报》近日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称，中国试射了一枚携带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火箭，并判断它是可携带核弹头的高超音速导弹。《金融时报》宣称，这种导弹可以在绕地球低轨道飞行，并可让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失效。那些防御体系都是针对有着固定抛物线轨迹的弹道导弹设计的，而中国的高超音速导弹理论上可以通过南极航线对预定目标实施攻击，这种能力对美军构成了所谓重大挑战。报道称，中国军方的进展让美国情报部门感到措手不及。还有一名知情人士声称：“我不知道中国人是怎么做到的。”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一回应称，据了解，此次试验是一次例行的航天器试验，用于验证航天器可重复使用技术。这对于降低航天器使用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可为人类和平利用太空提供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世界上有多家公司都开展了类似实验。航天器返回前分离的是航天器配套装置，将在陨落大气层的过程中烧毁解体，落于公海海域。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道，为和平利用空间、造福人类共同努力。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发言呢，实际上就是否认了这些外媒的这些传闻、这些说法。那么我们实际上呢是进行了一个这个航天器的一个试验。那么这种试验呢，它是一种可重复使用的航天器的试验。我们中国呢是在这方面是既在发展自己的这个航天器技术，也是在这个为人类做贡献。公开资料显示，7月16号，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制的亚轨道重复使用演示验证项目运载器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起飞。按照设定程序完成飞行后，平稳水平着陆于阿拉善右旗机场，首飞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而美国的宇航局也曾花费大量经费用来发展民用的可重复使用的航天运输系统。近年来，新兴的西方商业航天公司虽然不断在发展太空旅游模式，但无论是 SpaceX 公司的载人龙飞船，还是维珍银河的太空飞机，都没有涉及高超音速近地轨道飞行领域。不过，中国的航天器试验还是遭到西方恶意炒作。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拜登总统对中国的军事能力感到担忧，但欢迎竞争。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则表示，美国正密切关注中国在军备、先进能力和系统方面的发展。他还渲染称，这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美裁军大使也称，中俄正积极推进高超音速技术运用和军事化，这将加剧军备竞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周二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中国发展必要军事能力，完全是为了维护自身正当的国家安全利益。中国力量的增长是和平力量的增长。任何国家只要无意威胁和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都不会受到中国国防力量的威胁。美国不仅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的核武库，而且还要投入上万亿美元升级3位一体核力量。美方鼓吹中国威胁论，不过是为自身扩充军力，谋求绝对安全优势，寻找借口。汪文斌指出，众所周知，美国退出反导条约、中导条约，持续推进部署全球反导系统，长期独家阻拦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抵制外空军控谈判进程，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核潜艇，加剧核扩散风险。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近年来抱舍冷战思维，全方位强化军力建设，不断深化军事同盟，拉帮结派，打造军事小集团，
严重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破坏全球战略稳定。美方声称中国加剧军备竞赛，这纯属倒打一耙，转移视线。外界注意到，各国对于高超音速武器的定义不同。一般而言，高超音速武器指的是在大气层内飞行速度超过5倍音速的武器。不过，《金融时报》渲染的这种武器飞行情况和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都不同，是一种在轨高超音速武器。这种导弹首先达到了入轨速度，将载荷送入了近地轨道，而传统的洲际导弹不需要达到环绕速度，这使得这种武器理论上可以打击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而在突防模式上，这一轨道武器同时又搭载了在大气层高超音速飞行体，使其可以在防区外很远的地方重返大气层以后开始进行高超音速滑翔。因此，这种轨道高超音速武器从理论上确实可以对现有的一切反导和预警体系有极强突防效果。那么速度快，而且呢，通常来说，它的弹道不是一般的这个抛物线弹道，所以呢，美国发展的导弹防御系统呢，本来它主要是针对固定的弹道来进行预警、进行拦截的，所以高超声速武器呢，天然的能够有效的突破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它自然就非常关注中国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些发展情况。不过，用于核打击的弹道导弹往往投掷重量有限，导致其打击效率偏低，并不是什么实战效能特别强大的武器。即便有这样的试验，也是用于航天领域其他方面，而非军事化用途。而就通常所说的高超音速武器而言，目前全球共有美国、俄罗斯等至少5个国家正在研发。就现阶段而言，与俄罗斯等国公开的高超音速武器研制进度相比，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方面的进度确实是落后了。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月初曾报道称，美空军 AGM-183 高超音速导弹将最快于明年列装，并吹嘘其将带来颠覆性空袭潜力。但 AGM-183 在研发测试阶段一直磕磕绊绊，在今年4月的试验中，甚至出现了助推器未能工作，而导致试验失败的低级失误。它能否按照美军时间表服役，还要打个问号。美国陆军的高超音速导弹虽然已经接装了发射车等配套装备，但目前导弹仍然缺装。那么美国目前还没有实用化的，就是装备部队的高超声速武器，尽管它起步比较早，发展比较快，但是呢，在很多高超声速武器的试验中，它都是以失败告终的。所以从装备这个角度上看呢，美国实际上已经落后了。而俄罗斯等国则走在了美国之前，俄军匕首和先锋高超音速武器已经列装，对手的进度走在了自己前面，令美国十分不爽。不过，美军也正在高超音速领域发力，美陆军的远程高超音速武器、美海军的常规快速打击导弹以及美空军的 AGM-183 导弹处于齐头并进的发展阶段。美国在高超音速领域也有着深厚的技术积累。观察指，正因为自己高超音速武器研发相对滞后，美国才会患上高超音速焦虑。不过，美英不断炒作中国正常和平利用太空的试验目的，还有渲染中国威胁论，以给国会施压争取更多军费的用意。同时，中国的东风17导弹等新武器的亮相，使得美国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的装备方面可能已经走在了美国的前面。但实际上，即便中国装备了东风17导弹这样的高超音速武器，因为射程有限，也无法对美国本土造成威胁。相反，一旦美国装备了高超音速武器，就可以将这些武器部署在中国周边的日韩、关岛乃至澳大利亚，这才是对中国真正的威胁。现在中国已经装备有像东风17这样的高超声速非普通弹道导弹这样的轨迹的新型导弹。那么美国在这方面呢，显然它没有实战化的具有装备部队的这样的有效的武器。那么它实际上和中国相比，已经是在这方面已经是落后了。所以呢，他觉得有一种失落感。实际上，美国在凭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的同时，却对自己实实在在的威胁三缄其口。美国海军此前承认，10月2号，美国康涅狄格号攻击核潜艇在南海与一不明物体相撞，造成艇上11名水手受伤。事故发生后，美方时隔5天才发表了一份语焉不详的声明。这种不负责任、拖延遮掩的态度，更令国际社会对美方意图和事故细节产生怀疑。
中国外交部曾数次敦促美方尽快做出详尽说明，给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一个满意的交代。发言人赵立坚更多次就此向美方发出灵魂拷问。周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就美核潜艇碰撞事故答记者问指出，中方对此次事件表示严重关切，要求美方作出澄清。美方作为当事方，有责任有义务详细说明事件有关情况。谭克飞称，此次事件还表明，美英澳近期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开展核潜艇合作，使得澳大利亚这样的无核国家获得可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核材料，将使武器及高浓油脱离必要监管，带来巨大的核扩散风险，严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精神，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诱发军备竞赛，破坏东南亚无核区建设，发生核事故的概率也会大幅上升，给地区和平安全带来严峻挑战。